坊间还是有非常多的投资客在做借名登记的行为。那现在因为新青安绑不能出租嘛，所以人头自己也会很珍惜自己的新青安啊，所以现在人头费水涨船高，取而代之很多都是用合作的方式。那合作的方式我个人就认为这个就不算，这还是人头没错，但是就是你这个人头你就不要到时候说自己被骗，然后被什么有的没的，因为你们要共同经营一桩这个房地产的投资案，你是甘愿出借你的登记资格的。讲这么多就是万事要小心那个登记人那讲的时候都描绘一幅美好的未来真的出代誌的时候贷款换你自己付，你看你付不付得出来，除非你信得过找你的那个人不然就最好还是不要。我说的最好不要是那种在网络上开课，然后就一堆人听讲座，然后说这个很赚，然后说怎样你可以参与他为了什么？他为了是你身上的那个首购贷款8%那你为了什么？你为了是好像这个炒个房好像赚到蛮多钱了，外快这样那我一律建议就不要就不要。那房地产这种事情自己慢慢耕耘就好了慢就来慢，至少安全，至少稳健那我也没听谁靠自己的那个这登记人就自己的人头，然后滚出个什么好几百万这种事情。借名登记买房害惨了那这些风险千万别忽视。先说结论，借名登记这个不要做就不要做，对方还不出贷款，银行找的人是你啊。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租客报租补会让你的所得税跳趴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不要借人挂名买房这次我们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家人买房后中风，换他背房贷，撑不住求售，卖2年降价也没人买内容是这样，就是原 po 的家人一直想要买房子，那因为自己的条件就不好就跟原 po 说你名字借我挂贷款我来缴。那结果没想那个来缴的家人就中风了房贷就变成原 po 自己要背，然后他缴不出来，想要直接挂卖，什么房地合一税什么的也不管了，他就认赔就对了，要让自己摆脱这个房贷债务。一开始想说打平就好，不要让他亏钱，没想到房子卖了2年都卖不掉，然后跟银行协商也拿不到宽限期或延长贷款年限等等的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的就蛮瞎的，那个名字借人家挂就算了结果后来搞到贷款人都是他自己怎么会这样想这个是因为是家人不是家人就是诈骗了那原 po 现在遇到问题就是因为这间房子买没多久，然后他说1年后家人中风，房贷才缴1年，然后跟银行申请什么延长贷款那个宽限期等等，银行都不给那各种把钱拿出来计法他也都没办法用，所以你要知道没能力就不要买房子接下来就是重话不好听的话，就是这种房子当初他就不应该买家人归家人，条件不好归条件不好，那当时你名字借出去就应该先预设最坏的情况是变成你自己要缴，那你到底缴不缴得出来另外原 po 说这间房子买在桃园的偏远郊区，卖2年都卖不掉还降价卖这样。桃园呢2年前这个房价喷成这样，还要卖2年，赔钱卖不掉，那就是真的是比较说荒凉有怪怪的地方，连买家都不会去青睐的地方，火热的房市之下买家不去青睐，那你在平淡的房市更卖不掉如果我是原 po 的朋友我会建议他认赔把它卖掉，不是认赔那种 3%5% 是可能 10% 15% 这种方式来认赔，然后中间的差额看是要跟亲戚借或是从现在的老屋去弄一些钱出来那至少可以暂时解套钱就慢慢还了就要当做买到一次教训这样，不然怎么办等房子法拍，除非法拍之后还是赚钱的，不过按照他的说法就没有嘛他降价卖他也卖不掉那到时候他还是要想办法补钱。最后你要知道偏远地区的房子要报非常的久我们还是来聊一下这个问题不然就会有酸民来说你看买房赔钱例子出现了，不是那个买房要赔钱，我之前说很难很难那我来讲一下为什么。因为这个原 po 遇到问题除了刚才不该借名字给家人买房以外，再就是地点的问题地点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调对，对不对？房地产是这样，它的涨价不是马上涨，也不是一起涨，一般来说就是蛋黄先涨，然后再从化区，再来蛋白区，然后里面又有分产品，
比方说蛋黄先涨的一定是蛋黄的预售，也不是蛋黄的公寓先涨哦，蛋黄的预售再来中古大楼哦，然后再来是公寓。透天的产品先不讨论哦，因为各个县市情况不一样，大概是这样，然后才轮到那个蛋白哦，然后从化区就看自己的炒作。OK， 那偏远地区是在哪里？在蛋白区以后，问题来了，蛋白很大呢，超级大的呢，所以很有可能会遇到的情况是，它涨一涨到蛋白就停了，变成说这个房地产的涨势没有继续下去哦，辐射外溢到你的偏远地区。我们讲做蛋壳标签河区，好随便哈，那这个就是掉队了啊！掉队了以后，你下次想卖，你只能等下一次房地产的大涨啊！他现在就在缴不出来，他怎么去等下一个可能5年后、8年后的事情？哦，这就是掉队了。那下一次也不一定会轮到他来。你看这个图片，这个是个实价登录的截图，在桃园哦八德区，地点哦我就不讲详细，反正就是稍微偏远的地方。109年买的总价400万，113年卖的总价同一间哦卖320万，赔了。对，房地产房价这么夯，还是有人会赔钱哦。所以你说这个地方会不会涨？会，你摆个10、20、30年为单位，它还是能卖的比你当初买的还贵。但你抱了不够久，就会变成这样，很容易遇到掉队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我虽然都在看便宜的房子，但我不会跑去买偏远地区房子的主要原因哦。那当然你要自住，什么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你就去吧哦。那如果你是要投资，我是建议就先不要。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不要借人挂名买房。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新闻哦，就一个网友借家人挂名买房，结果家人还不出来，变成他要自己还那个贷款啊，他也没能力偿还，现在不知道怎么办。那我的看法是，这件事情哦，当初就不应该发生。如果真的要借，也要衡量过，最坏的情况是自己要还，也还得出来，才把你的名字借出去。哦，那现在被套住了，就想要脱身，真的是快速认赔，那个幅度就要大一点，差的钱会差蛮多的，但看看能不能赶快从债务中脱身。另外，我也提醒了这是最大的风险在哪里？在买到偏远地区的房子，它不好脱手以外，涨幅也很有限，你必须要以10年为单位来等，才比较有机会等到涨幅。那也很容易遇到一个大涨周期，结果戛然而止。就像今年9月19号第7波信用管制以后，我们就可以正式宣告，这个涨幅已经结束了。好，那有一些嗷嗷待哺的蛋壳区还是等呢，等那个蛋白外溢到它那边啊，就停了，停了就停了哦，停了就可以卡在那边哦，就上不去。偏远地区房子就很容易遇到这个状况啦哦，所以我是真心劝你尽量不要去看偏远地区房子，除非你有你的剧本哦，你可能自己要自用山上的别墅或者什么，或是你很信任那个去炒作新从化区的建商，你有内线，就是说会推还是怎样哦。啊，不然的话，遇到这种情况，真的是你屌了呀，你就住套房了。哦，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啊，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700坪，高雄最大房仲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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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那高雄的重大建设，我还做了一个高雄重大建设加美食地图的 Google Map Map 地图反正你点开那个地图就是我做的那个重大建设地图跟很多那个 YouTuber 不是来拍来吃高雄，对不对？那些他们吃的店我都把它点出来，这样都插在地图上，反正就是美食跟重大建设都摆在一起。你要来高雄玩还是你要看房子那你都可以参考这张地图这个我也花蛮多时间做的那我自己也用得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平常没事我都看那些 YouTuber 吃吃喝喝我去吃这样那使用的方法是你要去我的那个影片的资讯栏复制那个连结，然后贴在你的手机浏览器上，打开来看才会正常你直接点那个连结它会内建打开你的 Google Map这个 app 那不对，那打开来很多问题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是用浏览器开就复制那个地图连结，再贴到浏览器去打开，这样才会正常好啦，以上台北的 LINE 高雄的 LINE 重大建设跟美食地图你都有了，那就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就是这个借名登记这件事情我们来讨论一下借名登记。借名登记这件事情在以前叫做很猖獗，我用猖獗形容词好像这个是坏事一样，其实没有，就是很常发生的，而且甚至叫很正常的行为。像那个逛那个 PTT 还有人在讨论说大伯想要买房子挂在先生的名下，然后看怎么样让他赚钱来分，什么有没的就是借人头嘛这个讲一下人头费是什么情况就是说房地产里头你去跟银行做贷款，你的登记人跟贷款人本来就可以是不一样的人屋主啦跟贷款人本来就可以不一样，他是登记人跟贷款人。登记人的强在哪里？为什么人家要拜托他要给钱给他赚让他来登记？强在资格。什么资格？最强的资格以台湾目前来讲是什么？新青安，对不对？新青安。可是新青安他到现在也东改西改了那也变成说一生一次。好，一生一次的新青安它可以怎样？贷款80%，最高有5年的宽限期，这个条件对投资客来讲是不是很香非常的香。好，所以投资客会想要用你的新青安资格去买一间房子，然后等就5年宽限嘛，中间就出租嘛，然后就等5年以后他就把它卖掉，然后赚钱大家来分，或是他就是每年支付你一笔固定的人头费，让你去拿个好像年终奖金这样他要的是你新青安的效果。那我前面有提到说新青安现在也改了叫一生一次叫禁止出租所以你那放生出租的技法，你想说出租就出租，没有人报税就好了。好，你
无法控制住客报不报税哦。现在在我看起来，新青安比较安全的做法是啊，就是真的用，比方说你的亲戚用你买新青安，结果是他们真的搬进去住哦啊，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买到2屋3屋了哦啊，他也不是跟你租房子住，他根本连租也没打，他就是假装你住在里面，他说有没的，大家都这样搞，还请你把户籍迁进去。实际是他们在住，这样也会形成一个你查水电或者是怎么样看起来有自住事实，但还是经不起查。总而言之新青安什么时候开始的去年对不对？那到现在也还没有满5年，所以一开始的一堆投资客都是用新青安为前提去思考去买的房子，买的中古屋现在都爆掉，为什么？他们都出租啊，对不对？那很危险啊，那这样会变成什么？你新青安现在是1生1次，这东西跟初吻一样呢，你甘愿为了区人头费行情大概10万那区人头费就在那边就把你的初吻贱卖掉，就很奇怪的事情我是真心奉劝，就不要去让人家借名登记去用掉你的资格。夫妻可以自己的夫妻可以，一样是为了资格的问题。老公买第1间买第2间之前都买好了，现在老公在2025年要买，那就变第3间，对不对？第3间的话，可是老婆身上还是空的，那老婆可以买，老婆买第1间还认首购的话，那就 OK， 不能用新青安，因为配偶已经有房子了。好，那就首购就有8成通常这个时候用，而不是说那个人头费好香然后我就去，这个就是诈骗以前都怎么玩？以前都是搞超贷就那个新闻都有写，这不是什么我在那乱教，就是跟银行串通好然后他就做 AB 约假设买一间500万的房子，然后银行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建价750然后就给他放600多下去，反正就是回到他手上还会多一大笔钱现在讲的是超贷然后那个是找一个登记人去登记的嘛他就拿着这100多万就跑了这个贷款就甩给那个登记人他就自己去想办法以前很容易发生这些事情，纠纷也很多，一抓起来我不知道什么我怎么突然欠银行那么多钱那房子怎么回事就这样对啊，所以我说你这个不是认识亲戚朋友或是家人这个东西就是诈骗借名登记。坊间还是有非常多的投资客在做借名登记的行为。那现在因为新青安不能出租嘛，所以人头自己也会很珍惜自己的新青安所以现在人头费水涨船高，取而代之很多都是用合作的方式。那合作的方式我个人就认为这个就不算，这还是人头没错，但是就是你这个人头你就不要到时候说自己被骗被什么有的没的因为你们要共同经营一桩这个房地产的投资案你是甘愿出借你的登记资格的讲这么多就是万事要小心那个登记人那讲的时候都描绘一幅美好的未来真的出代誌的时候贷款换你自己付，你看你付不付得出来，除非你信得过找你的那个人不然就最好还是不要。我说的最好不要是那种在网络上开课，然后就一堆人听讲座，然后说这个很赚，然后说怎样你可以参与他为了什么？他为了是你身上的那个首购贷款8成那你为了什么？你为了是好像这个炒个房好像赚到还蛮多钱了，外快这样那我一律建议就不要就不要。那房地产这种事情自己慢慢耕耘就好了慢就来慢，至少安全，至少稳健那我也没听谁靠自己的那个这登记人就自己的人头，然后滚出个什么好几百万这种事情没有啊。人头费你对投资客来讲你是成本呢，对啊，成本是怎样？成本是拿来砍越低越好。人头费这种事情还好，除非就是自己家人有讨论过然后看要用老公用老婆的哥哥用弟弟的一起把这个家经营的更理想否则的话我一律是建议最好不要现在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你，说不定都有人找过你要去登记哪间房子用你的资格然后贷款他来缴。听到这种话你就思考一下，如果他跑了，那这个房子你要不要你有没有能力继续把它缴出来那还是要会看还是要会判断社会上骗局很多了那房地产的钱又比较大，虽然现在那个人头的门槛都提高，因为各种政策法规的关系。以前为什么猖獗？以前人家是贷款下来他就要跑了然后放给一个不认识的，就跟他说你帮我登记一间房子我给你10万，然后人傻傻就叫后谈喝好，他超贷下来他就跑了，然后就换那个人头自己就看我他妈现在什么情况
现在不太会有这超贷的情况发生，因为都有实价登录，很透明。哎呀，我这不要去贪这种小钱啊！你要是有机会，你就自己去买一间，自己去持有一间嘛。你干嘛去跟人家赚这个？我真是没看到谁赚人头费赚得盆满钵满的嘞。哦，不需要了。